大家好，11月7日呢，这粉圆豆经过移植后，至今经过46天哈。这本是秋冬种植的作物啊，不过呢，今年直到10月底哈，天气才有降温的现象啊。而降温的方式呢，都还得靠东北季风带来的寒流哈。但是寒流一过呢，就又恢复到很高温的状况了。直到快11月底呢，整个均温才有明显下降的感觉啊。但从个人白天还是穿短袖短裤，就知道天气有多不冷了。也许是这个重大因素粉圆豆呢，在11月初之前呢，除了生长速度感觉较慢外呢，其叶片上也遭到虫害啊。对于这些虫害呢，只要别太过于夸张倒是还可以忍受啊。不过呢，由于已经看到花苞了所以对于这些不健康的叶片呢，就开始做摘除的动作了。除了降低虫害之外呢，由于粉圆豆呢，叶片日后会长到很大适度的摘除呢，也可以增加通风性啊。经过12天之后呢，看到这叶片的大小就不用怕说摘除叶片后呢，叶片的数量会过少而不利于执行光合作用来产生养分了。这就算是叶片正常无虫害日后还是得进行摘除，提高通风性啊。查看花苞的时候呢，意外发现有豆荚突围长出了，终于有点事情做了之前顶多只是拔草而已啊。豆科植物呢，在结果生长豆荚时呢，通常会比较需要多一点的水分而此时适时的补充肥分也可增进豆荚的生长速度与数量。中间凹槽的药渣呢，与药渣下的引粪呢，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将沟槽内的药渣与引粪往根部进行覆盖了。产生的凹槽呢，除了可以增加蓄水量呢，也能提高浇水的方便性挖起的过程呢，其实可以看到许多的蚯蚓蚯蚓也就顺手往上进行覆盖而浇大量的水呢，其实也可以逼蚯蚓往一旁覆盖的土壤上方跑覆土的过程呢，不清楚大家观察的细节是否相同除了挖沟立骨之外呢，土壤的颜色呢，也是个人平时观看的重点毕竟呢，这种植过程呢，还包含了养土规划，这样的土壤色泽看起来就舒服了许多了。接续就是实测浇水的效果。定点浇水呢，是比较省事的方式而蓄水保湿呢，对豆科植物很重要尤其是在长出豆荚的时候不过呢，制作影片观看时呢，看的就跟现场看的东西不同了。现在看的是水中的倒影水中倒影呢，对于拍摄者有种莫名的吸引力调节了沟渠方便流动的高度后呢，内部的水变浑浊了，水位降低的速度呢，也可以拿来观察土壤的吸水能力其实对于豆科植物呢，个人种植的方式几乎都相同唯一的差别呢，就是会因为种植位置不同进行微调或利用而已了。而刚才挖掘的过程呢，其实已经挖到不少的粉圆豆细根了。因此除了浇水，若是想施肥呢，其实就施在沟槽里除了效率更高之外呢，也可以避免肥分流失掉。不过呢，豆科植物通常都自带固氮作用也就是呢，它有能力呢，从空气中抓取氮气自行进行转换利用
挖掘沟槽呢，也可让根系离地表较为接近啊，可以促进它的固氮作用。而若是要施肥呢，建议以磷肥促进开花，钾肥呢则可让底茎健壮果实清甜就别再使用氮肥啊。过多的氮肥呢，会让这叶片已经很大的粉圆豆呢拼命长叶子而已啊。粉圆豆饱满的豆荚呢，已经可以进行采收了摘取的方式呢，只需抓住豆荚梗往上一推就可以摘下了。但千万别硬扯这一根花梗呢，可以长出很多根的豆荚。如果怕扯断呢，那就用剪刀剪下也可以啦。11月26日也就是2天后呢，气温有明显的降温的现象。粉圆豆的长势呢，除了加速外呢，感觉算是自然撑过的虫害的时期叶片不断长大外呢，可以留下完好的叶片呢，也越来越多了。在进行输叶之前呢，决定先来进行一次追肥现在使用的这不是草木灰而是草木土啦。以前烧草木灰的位置上呢，留下的土能用则用是循环利用的一个原则简易搅拌后呢，让它薄铺在沟槽里因为这是加热过的土有类似土壤加热来制造砖头的效果所以有些会变成颗粒比较大的红土还可以增进透气性唯一要注意的是呢，当你将不同结构的土混在一起时呢，因为颗粒大小不一相对容易发生土壤板结的现象。当土壤干掉后呢，做一次敲碎的动作就不容易再会发生板结了。最后来做一下输叶增进通风的效果对于外侧呢比较完整大的叶片呢，就保留住，让它进行光合作用但若有一点看起来不舒服有虫害的叶片呢，就可以完全都摘掉摘掉后呢，这些叶片呢，最好就别留在原地了。对于叶片摘除不用担心摘除的太多了，因为现在天气冷了叶片生长速度很快之外呢，从一旁另一株粉圆豆看来呢，虽然叶片不多啦，一样还是长出了非常多的花梗最后附上一点真的花絮前方的百日草呢，还一直拼命开花感觉种一株就很够看了。谢谢收看。